现在在走的这个形态哈，来，你们往前来。这个符号，或者是这个形态，这个符号啊，在东方、在西方、在古老的文化传承里面都有这个符号。那这个符号到底它包含了什么意思？它是一个谜啊，它是一个谜，它非常的深。但是在中国的道教或者我们讲道家里面，这个符号是非常重要的。它是一种，它代表很多。我们如果说道家的整个的精华在这个图形里面，也不为过。你们看道士最常拿的身边的一个东西是什么？跟他很像的啊？不是什么啊？你们没想到吗？加一个这个怎么样？葫芦。葫芦在道家里面的象征意义是很大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我这个没有画得很正哈。如果葫芦它是有分大小了哈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是以这里来做区分，以这里来做区分。如果方向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以八卦来讲，这个地方这个线以下是太极到四象，就是太极两仪四象，在这边，八卦作为分界点。八卦以上，比方讲64卦，它就往上生长了。所以这边是暗，以这个来讲也是，这边是暗啊，这边是明，就是长。说暗不是黑暗啊，它是常住的。因为从太极两仪四象一直到四象，它都还没有在这个以上是什么？这个以上是我们的物质世界，我们的物质世界。两仪是什么？两仪是神，四象是形。它们两个相合啊，形成八卦。所以物质世界里面的东西具备什么？形跟神，它才可以在物质世界里面存在。否则你看不到四象的形，你看不到两仪的神，你也看不到。晓得吗？四象是一个形状，就好像说以前讲的白马飞马，白马是事实存在的哦，这是一个白色的马。可是马这个东西它不存在，马这个东西只是一个观念，讲不懂啊？马是一个观念，马是一个对一个这种东西的一个统称。可是当你看到一匹马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哦，这个是什么马？公马、母马、白马、黑马，是不是？啊，是阿拉伯马，是蒙古马。这种东西是现实存在的马，它里面有什么？有形有神啊，或者说两仪是直，讲直会比较容易懂。直就是阴阳嘛，阴阳是直嘛。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东西必须具备形跟直，只有形不能存在，只有直
不能显现，所以从八卦开始往上发展，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是从这边往上发展的。那八卦拳的追求，八卦拳的训练系统是什么？八卦拳的训练系统是从这边往回找，从有形的东西，从所有有形的东西去发现它们的形跟质，发现它们的太极最原始的那个阴。这个是八卦拳的训练法，从有形的里面去发现那个无形的，去发现这个。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有形的东西是从无形的东西发展出来的，所以它是明嘛，可是称它为阴；它是暗，可是称它为阳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实质的，它不是，它是由它发展出来的，多变的，没有一定的性的，不是长久存在的。它是果，这个是因。这样不懂？在这里，我的体会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地方是人，我们人站在这边。我们的前面是这个，我们的后面不能讲后面，是里面的后面是这个。所以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来练，从我们自己的身上的这个，我们讲八拇掌里面的是不是筋骨皮啊、脏腑、气血，这都是属于这个的。从这个里面来发现这个东西，这个在哪边？还是在我们身上。可是它不是显现出来的，它是在里面，在内，它是在我们的人。你如果不以形来看的话，我们的人里面可以感觉，我们不是说人里面有太极吗？这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太极嘛，就是它都有一个黑洞，有一个黑洞，那个后面黑洞里面是这个东西，才是我们实质的存在。所以很多修行人在找的是什么？在找的是这个。所以要我们不要注意这个，而要向内去注意这个。这也是一样，这是有形世界啊，物理世界，这是无形世界，就是一切的因。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形状。在我们八卦拳里面的认知这个符号，认知这个符号是由这个方向来认知它的。那它是什么？它又是循环的，它又是循环的，它不是死的。我就是这边，我就是不是的。所以它麻烦的是什么？或者说它的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就是它是循环的。所以有一种形象叫做摇尾龙，摇尾龙你们听过没有？也是这样子的嘛。摇尾龙在我们玩古玉啊，古玉里面有一种形态就是摇尾龙，它是一个龙，就是这个形状。可是比方讲这边是它做成，这边是龙尾，这边是龙尾，这边是龙头，张个嘴，把尾巴咬住。在西方有些认为它是代表什么？认为它是在代表一个永恒的循环的生命啊。那在我们就是我们讲的阳极生阴，阴极生阳，它是到极点的一个循环，阴阳之间的一个循环。
因为它是循环的，所以从这边你可以透过这个点回来找到这边，而这边的能量可以什么？可以透过这边供给给它。这就是所有修行的希望，在这边。讲简单了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那么复杂，但是它很难，因为你突破这个不容易，晓得吗？可是呢，以自然来讲，以道来讲，我们把这个叫做道，它之间它本身就是在做这样的循环。不管我们这个世界，不管我们有没有察觉到，它本身就在做这个循环。所以以八卦拳来讲，我们的内修功，我们开始练不是开始练是走外的，是走外，就是以外用为主的练筋骨皮。我们不是说八卦拳单换掌属外吗？他是练什么？气与力合。他是练气与力合，气力合。双换掌是内修功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力与气合。这个东西。好，所以请问你，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筋骨皮是外嘛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晓得吗？请问内练一口气是内还是外？内练一口气是内还是外？他说内练一口气嘛。还是外，还是外。因为气是辅助力的，气不提供力，气不是力的能源，它不是它的能源所在，它是辅助力。所以气跟力一开始练是气跟力分开，先练到气跟力能够分开。能够分开清楚了以后，再用气去辅助力，或者用力来带动气，晓得吗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气还是外。那这边是力跟气，这个力是什么？这个力是结合了气的力，在这边。那气是什么？你说我打斗也是气呀，可是它是要注意哦，它这是内修功哦。他这是内修功哦，告诉你练这个才是内修。所以气是什么？这里的气是什么？这里的气就是脏腑导引，这里的气是脏腑的导引哦。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很简单，跟中医有关我们自古就讲《黄帝内经》也好，一个最早的对人的身体的这个认知跟观察，它是每一个脏腑是一个家族，是一个系统。比方讲脾主什么？脾主什么？不是，脾是属于土。可是，在身体上面，脾跟什么有关？脾主什么？不是啦，脾主肌肉，脾主肌肉，晓得吗？你的脾好了以后，你就长肉，对不对？你的好，比方讲，你们都知道肝主什么？肝主筋。肝主筋，你的肝不好，你的肝能量不够，你的筋就硬，是不是？
啊，比方讲肾主什么？肾主骨啊，肾主骨啊，肺呢？肺主什么？肺主皮毛，肺主皮毛。心主什么？心主血脉啊。听不懂？所以它有一个主，它的根，每一个系统的根啊，每一个系统的根啊。比方讲肝啊，肝是一个根嘛，它主什么？它跟筋有关系，跟这个系统里面它是跟筋有关系。那它筋有关，筋强壮了以后，它显现于哪？显现于哪里？身体什么东西是筋的延伸？啊？指甲。所以指甲是筋的延伸。所以你用这个观念，我们的身体是什么？我们的身体是这五大脏器，它们生发出来的，在里面它贯通，组成身体的主要部分，提供它们能量，组成那个。然后呢，在外显现于，比方讲，颜色很好看，是什么？是心脉。皮肤很好。皮肤很好是什么？是肺还不错。肺如果枯干了，你的皮肤就枯干了。所以我们身体外显的这些东西，皮肤啊、毛发啊、指甲啊、牙齿啊，这些东西都是里面生发出来，它在外的，所以它叫做，比方讲血，头发是血之余。血之余，就是你的血很充分了，它有足够了，然后它在外面呢，它就有足够的能量、足够的营养再去生长头发，所以它叫血之余。那指甲呢是筋之余，所以很多东西它是从内到中间的运作，然后在外，听不懂？然后它五个之间，然后相互以五行来讲，相互再有深刻。有一个相互的关联，而形成一个整体，就好像你一个公司有五大部门，每一个部门有它的一个运作的方式体系，然后显在外面人家看这个公司，他只看到外面的这个东西，那实际上是你里面的五大部门运作的好，你整个公司它就健康。所以我们对身体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这个气是什么？